银发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起床后是不是习惯一骨碌爬起来？是不是喜欢空腹喝一大杯冰水？是不是经常憋尿到早餐后才去如厕？是不是起床就直奔厨房做重活提重物？千万要注意了，这些看似平常的晨间动作，其实都是伤肾的隐形地雷。肾脏是我们身体的过滤器，负责排出废物，调节水盐平衡。对银发族来说，肾功能本身就会随年龄增长慢慢减退，晨起的错误动作更会加重肾脏负担，甚至诱发肾损伤。今天就来详细拆解这4个晨间伤肾动作，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做，以及正确的护肾做法，帮银发族避开晨间健康陷阱。第一个伤肾动作就是起床太猛，突然站起。很多银发族睡眠较浅，醒来后不愿多躺，会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甚至直接站起来。但你知道吗？这种看似节省时间的动作，对肾脏的伤害可不小。人在睡眠时，身体处8得放松状态，血液流动速度较慢，血压也相对偏低，突然快速起床会导致血压瞬间波动，出现直立性低血压。这时心脏泵血不足，肾脏的血液供应会突然减少。肾脏是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的器官，长期反复的血液供应不足，会导致肾脏缺血缺氧，慢慢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，影响肾功能。不仅如此，起床太猛还可能引发头晕、眼花、乏力，甚至晕倒。银发族骨质疏松风险高，摔倒后容易骨折，间接影响身体健康，进一步加重肾脏负担。临床数据显示，不少银发族的肾功能下降都与长期晨起突然起身有关，尤其是本身就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肾病基础的人，这种动作的伤害更明显，可能诱发肾功能急剧恶化。那么正确的起床方式应该是怎样的？银发族起床要遵循3步法，给身体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。第一步，醒来后不要急主动，先在床上闭眼躺30秒，让大脑慢慢清醒，血液流动逐渐加快。第二步，慢慢坐起来，双脚垂在床边，静坐1分钟，感受身体状态，避免头晕。第3步，双手撑住床沿，缓缓站起来，在原地站稳1分钟后再开始走动。这样分步骤起床，能让血压平稳过渡，确保肾脏有充足的血液供应，减少肾损伤的风险。第二个伤肾动作是空腹喝冰水、浓茶或咖啡。经过一夜的睡眠，身体处缺水状态，银发族醒来后难免觉得口渴，有些朋友会直接喝一大杯冰水或者冲一杯浓茶、咖啡解渴。但这些饮品对肾脏来说都是刺激物。首先说冰水，空腹喝大量冰水会刺激胃肠道血管收缩，影响消化功能，同时也会导致全身血管收缩，肾脏的血管也会跟着收缩，血液循环减慢，肾脏过滤废物的效率下降长期，如此会加重肾脏负担，还可能诱发肾绞痛、尿路结石。再说浓茶和咖啡，它们都含有咖啡因和茶碱。银发族的肾脏代谢功能减弱，过多的咖啡因和茶碱无法及时排出，会在体内蓄积，刺激肾脏加速排尿，导致身体水分流失过快，容易引起脱水。而且浓茶中含有较多的草酸，草酸会与体内的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结晶，沉积在肾脏里，慢慢形成肾结石。咖啡中的嘌呤含量也不低，长期空腹大量饮用会导致血尿酸升高，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小管，引发尿酸肾病，严重时还会导致肾功能衰竭。晨起正确的饮水方式应该是喝一杯温开水，温开水温度接近人体体温，不会刺激血管和胃肠道，能快速被身体吸收，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。饮用量建议在200到300毫升左右，不要一次性喝太多，小口慢饮效果更好。如果觉得白开水单调，可以加几片柠檬片或菊花，温和不刺激，还能增加饮水兴趣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喝隔夜水，
反复煮沸的水，这些水中的有害物质会增多，加重肾脏过滤负担。第三个伤肾动作是长时间憋尿，晨起不及时如厕。很多银发族因为早上不想起床，或者想先做完早餐再上厕所，会刻意憋尿，但尿液是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，含有尿素、肌酐、尿酸等有害物质。长时间憋尿会让这些废物在膀胱里停留过久，浓度不断升高。高浓度的尿液会刺激膀胱黏膜，增加尿路感染的风险。而尿路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向上蔓延到肾脏，引发肾盂肾炎，损伤肾实质。对银发族来说，膀胱功能本身就有所衰退，憋尿会进一步削弱膀胱的收缩功能，导致排尿困难、尿不尽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且长期憋尿会导致肾脏的尿液排出不畅，肾盂内压力升高，影响肾小球的过滤功能，慢慢导致肾功能下降。临床中不少银发族的慢性肾盂肾炎都与长期晨起憋尿有关，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、腰痛、血尿等症状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银发族晨起后应该及时如厕，不要憋尿。如果早上起床后感觉排尿困难，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，轻轻按摩下腹部，促进尿液排出。平时也要养成规律如厕的习惯，晚上睡前尽量少喝水，避免夜间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。但晨起的第一次排尿一定要及时排出，减少废物对肾脏的刺激。另外，如厕时不要过度用力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，过度用力会导致血压骤升，不仅伤肾，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。第四个伤肾动作是晨起立即做重活，提重物。有些银发族比较勤劳，起床后就开始打扫房间，搬运重物，或者去菜市场买菜时提很重的菜篮。但晨起时身体的肌肉关节还处桑丁放松状态，没有完全活动开支，这时做重活提重物会导致腰部受力过大，而肾脏为拽腰部两侧，腰部的剧烈受力或震动会直接影响肾脏，导致肾脏轻微移位，肾周围组织损伤，长期下来会影响肾脏的血液循环，加重肾功能损害。尤其是银发族的腰椎功能退化，腰间盘突出的风险较高，晨起提重物容易诱发腰间盘突出，压迫肾脏和周围血管，进一步加剧肾损伤。另外，突然用力提重物时，血压会瞬间升高，肾脏的血管压力增大，容易导致肾小球毛细血管破裂，出现血尿，严重时还会引发急性肾损伤。银发族晨起后应该先做一些温和的伸展运动，活动开肌肉和关节，再开始轻度的家务劳动，避免做需要腰部剧烈用力的动作。提重物的重量建议不超过5公斤，最好用双手分担重量，或者使用推车、提篮等工具，减少腰部受力。如果要去买菜，建议分次购买，不要一次买太多太重的东西，避免晨起负重过度。家务劳动要量力而行，感到疲劳时及时休息，不要强撑。除了这4个核心的伤肾动作，银发族晨起还有一些其他的隐形伤肾细节需要注意，比如晨起刷牙时用力过猛，用过冷或过热的水漱口，这会刺激口腔和咽喉，引起血压波动，间接影响肾脏。晨起立即开窗通风时，如果室外温度过低或风力过大，强冷风直吹身体，会导致血管收缩，肾脏血液供应减少。晨起空腹吃过咸过油的食物，比如腌菜、油炸食品，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，长期下来会导致肾功能下降。接下来给银发族分享一套完整的晨间护肾流程，从起床到早餐，每一步都能温和护肾。第一步，起床遵循3步法，缓慢起身，避免血压波动。第二步，喝一杯200到300毫升的温开水，小口慢饮，补充水分，唤醒肾脏。第三步，做5到10分钟温和的晨练，比如太极拳、太极剑、散步。
伸展运动等，活动身体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肾功能。第4步，及时如厕，排空膀胱，排出体内废物。第5步，准备一顿清淡营养的早餐，比如小米粥、燕麦粥、煮鸡蛋、新鲜蔬菜和水果，避免过咸、过油、过甜的食物。在晨练选择上，银发族可以优选以下几种护肾运动：一是腰部伸展运动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双手放在腰部，慢慢向左转腰，停留3秒后再向右转腰，重复10次，能放松腰部肌肉，促进肾区血液循环。二是踮脚运动，双脚并拢站立，慢慢踮起脚尖，停留5秒后放下，重复20次，能刺激脚底的肾经穴位，起到护肾作用。三是腹式呼吸，双手放在腹部，吸气时腹部鼓起，呼气时腹部收缩，每次呼吸坚持5秒，重复15次，能放松身心，减轻肾脏压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晨练时要避免剧烈运动，比如跑步、跳绳、打球等，运动强度以身体微微发热、不疲劳为宜。晨间饮食对护肾也至关重要。银发族晨起要避免空腹吃高蛋白、高嘌呤、高盐的食物。高蛋白食物会增加肾脏的氮代谢负担，高嘌呤食物会导致血尿酸升高，高盐食物会增加肾脏的排钠负担，都会损伤肾功能。建议早餐以谷物为主，搭配适量优质蛋白和新鲜蔬果，比如小米粥搭配煮鸡蛋和小份生菜，燕麦粥搭配牛奶和苹果，面包搭配鸡蛋羹和西红柿，既营养均衡，又不会给肾脏带来过多负担。另外，银发族晨起要注意保暖，尤其是腰腹部和脚部。肾脏畏寒，腰腹部受凉会导致肾血管收缩，影响肾脏血液供应。脚部有很多与肾脏相关的穴位，受凉后会通过经络影响肾功能。建议晨起穿舒适保暖的衣物，脚上穿一双厚底舒适的拖鞋或鞋子，避免赤脚踩在凉地上。如果晨练时室外温度较低，可以戴上帽子、围巾，做好防护措施。银发族还要养成晨起自查的习惯，通过一些简单的观察，及时了解肾功能状态，比如观察尿液的颜色和状态。正常的尿液是淡黄色、清澈透明的，如果尿液颜色加深，出现血尿、淡白尿，尿液中泡沫增多且长时间不消散，可能是肾功能受损的信号。感受身体的状态，如果晨起经常出现头晕、乏力、腰酸、腿肿等症状，也可能与肾功能下降有关，要及时就医检查。很多银发族可能会问，已经有肾功能不全的问题，晨起应该怎么调理？对这部分朋友来说，除了避开上述伤肾动作，还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是严格控制晨起饮水量，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，避免饮水过多加重肾脏负担，导致水肿。二是晨起不要自行服用保健品或药物，很多药物和保健品都需要经过肾脏代谢，乱用可能会加重肾损伤，服用任何药物都要遵医嘱。三是晨起运动要更加温和，比如仅仅在室内散步5分钟，避免任何可能导致腰部受力的动作。四是早餐要严格遵循低盐、低蛋白、低磷的饮食原则，具体饮食方案要根据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制定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肾脏的损伤往往是慢性的，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，等到出现明显不适时，肾功能可能已经受到了较严重的损害。因此，银发族一定要重视晨间的护肾细节，避开伤肾动作，养成健康的晨间习惯。同时，要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，每年至少检查1次尿常规、肾功能和肾脏 B 超，及时发现潜在的肾脏问题，早期干预和治疗，避免肾功能进一步恶化。总结一下，银发族起床后的4个伤肾动作分别是：起床太猛、突然站起、空腹喝冰水、浓茶或咖啡、长时间憋尿、不及时如厕。晨起立即做重活，提重物。避开这4个晨间地雷，
遵循缓慢起床、温水润肾、及时如厕、温和运动、清淡早餐的晨间护肾流程，就能有效减少肾脏负担，保护肾功能。肾脏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，对银发族来说，护肾就是护命。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小事，长期坚持健康的晨间习惯，就能慢慢改善肾功能，减少肾病的发生风险。现在就可以从明天早上做起，试试3步法：起床喝一杯温开水，做一组温和的伸展运动，及时如厕后吃一顿清淡的早餐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腰酸乏力的症状减轻了，精神状态也变好了，肾功能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如果晨起后出现持续的头晕、腰酸、水肿、血尿等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的肾内科就诊，不要拖延，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。希望每一位银发族都能避开晨间伤肾陷阱，养成健康的晨间习惯，拥有一个健康的肾脏，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。